今天熱刺隊關於主教練圖多爾下課的官方消息終於出來了。俱樂部在最後的公告也提到，圖多爾近期遭遇了至親離世，大家對他的悲痛變故表示慰問和支持。那麼圖多爾接替了下課的弗蘭克，帶隊5場英超比賽1平4負，2場歐冠比賽1勝1負，目前僅高出降級區1分，保級形勢非常危急。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圖多爾的下課是可以預料的，關鍵是誰來接手呢？現在根據最新報道，首選主帥還是德澤爾比，但如果德澤爾比堅持只在賽季結束後接手的話，那俱樂部可能會考慮聘請肖恩戴奇。現在的熱刺傷兵滿營，他們急需一位有能力保級的教練。戴奇在這方面很有經驗，但他同樣不太可能接受一份只有7場比賽的合同。另外，本周熱刺俱樂部還在商討，想進行一些重大調整，預計將任命一位新的體育總監。德國人塞巴斯蒂安·凱爾，還有切爾西的聯合體育總監保羅·溫斯坦利都是候選人之一。目前熱刺的首席執行官是過去阿森納的文卡特·山姆。過去的節目中老 K 也介紹過，他在阿森納就沒幹過什麼讓人服眾的好事兒。熱刺隊能把他看上，也說明熱刺董事會是真不會用人選人。還有目前的體育總監是約翰·蘭格，他們倆在領導着俱樂部的運營，但所有決策都需要得到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批准。在那裡有刘易斯家族的關鍵聯絡人尼克·鮑伊切，鮑伊切是娶了家族掌門人喬·劉易斯的孙女。現在刘易斯的家族信託基金獨立於其投資公司控制着俱樂部，而博伊彻对熱刺則擁有最終決定權。1-2個月前，當時戴奇在森林隊下課，和圖多爾上任剛好是差1天。如果熱刺能想到有戴奇這個選項，可能就不會用图多爾了。而老 K 估計戴奇的態度也很明確，帶熱刺可以，但是在商言商，必須是長合同。好，目前前熱刺隊的中場球員波耶特也表示自己有能力幫助热刺擺脫史無前例的降級危機。他在2014年曾經帶領桑德蘭在落後安全區7分的情況下保級成功。波耶特談到過去的前主席列維亞，認為他的行事向來難以琢磨。波耶特說，因為列維這個人向來啊，我是說真的向來啊，真的讓人琢磨不透。列維很聰明，他選對了離開熱刺的時間，或許他早就預見了現在這一切。你知道人們總在議論曼聯的弗格森爵士卸任後發生了什麼。我覺得呀，這種身處頂級位置的人都知道什麼時候該走，他們不會等到一切分崩離析之後才離開，懂嗎？總能夠及時抽身，這本身就是一種本事。列維離開熱刺的那個賽季是熱刺在英超多年來最糟糕的一年，排名第17，但球隊卻拿到了一座歐聯獎杯，他是以贏家的身份離開的。你想想，列維竟然在杯賽決賽前1周解雇了穆里尼奧，當初簽穆里尼奧本就是為了拿獎杯，所以你讓我怎麼評價前主席列維？他就是個極度難以預測的主席。換教練本來應該是老板希望看到球隊能做出改變，但在熱刺的結果並沒有。換帥的核心目的在熱刺身上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都沒有奏效，這就是問題所在。所以我不認同那些說問題只在本賽季的人，這絕非偶然。上賽季熱刺排名第17，如今還是第17。我覺得熱刺簽下的球員特點更適合歐戰這種完全不同節奏的賽事，而不是英超聯賽。上賽季的英超就已經開始偏向於身體對抗，本賽季更是徹底如此，貼身肉搏，定位球決勝負，身體更強的球隊才能夠贏球。熱刺的傷病不斷，球員能在歐戰拿出一定水準，卻沒有辦法在英超複製表現，一旦開始輸球就很難找回狀態。所以熱刺需要的不只是換帥，還需要一點運氣，需要傷病員們回歸，需要球員能扛起責任。我跟你說啊，熱刺現在真的很危險。幾周前我在熱刺主場現場觀看了对陣阿森納的比賽，離開球場的時候我心裡就一直在想，不妙啊，不妙啊，不妙啊。當我看完对陣諾丁漢森林的比賽後，我就更加擔心了，真的要小心。接下來熱刺還要去踢桑德蘭，桑德蘭刚刚贏下了德比，現在去他們的光明球場比賽，祝他們好運吧。這一場比拼的可不只是足球技術，還要能跑、能拼、能對抗，還要能扛住对手的不斷施壓，還有球迷狂熱助威的壓力。下一場比賽熱刺必須拿出100%狀態，這會非常艱難。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一點，
也是我過去執教桑德蘭時我一直堅信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都取決於他們自己。只要贏下的場次和西汉姆联一樣，熱刺就能保級，之後再看接下來幾場比賽的走勢。所以波耶特也算是毛遂自薦了。不過波耶特曾經在中超執教過，申花隊就被他帶得差點降級。總之，現在但凡有點聲望的名帥都不會在這個時候來接手热刺。毛遂自薦的一般是在歐洲足壇找不到工作的教練。朋友們，在每天視頻的末尾老 K 會放上輕鬆一刻，還有最近陪着兒子在荷蘭、德國踢球的一些見聞的視頻，所以歡迎您盡量將視頻看到最後。也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咱們繼續今天的新聞，像后防領袖羅梅羅的合同中就有針對皇馬、巴薩和馬競觸發的6000萬歐元的解約條款。去年夏天，羅梅羅就是馬競補強防線的頭號目標，但最終未能成行。那麼熱刺如果真的樹倒猢猻散，那許多球員都會離開。可直到現在，羅梅羅和馬德里競技都將對方視為今年夏天的最大心願。不過他的轉會會很複雜。天空體育就爆出，如果馬德里競技要引進羅梅羅，他們的預算是最多出3000萬，所以今年夏天未必會追求。好的，另一方面，熱刺的中場球員庫盧塞夫斯基，他受傷的右膝蓋再次接受了手術。本月早些時候是再次接受了關節鏡的手術，這是一次清理膝蓋的微創手術。那麼自25年5月以來，他便一直因此無法上場比賽。所以距離上次毀掉庫盧塞夫斯基整個賽季的膝傷已經過去了10個多月。他在去年的5月就已經接受了被稱為膝蓋髕骨軟骨手術的治療，現在恢復時間已經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這次傷病比常見的膝關節韌帶損傷更罕見和更複雜，所以也不知道庫盧塞夫斯基以後歸來的時候還能不能回到最佳狀態。不過也有好消息，像队內的特尔今天爆出，特尔就沒有考慮要在今年夏天離隊，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热刺队保級。目前熱刺阵中20歲的特爾是球队現在為數不多發揮比較亮眼的球員，也是前場為數不多的突破口。但上周末的英超聯賽中，他在第67分鐘因為大腿和臀部周邊部位出現了不舒服受傷，被迫提前被替換下場。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趕上4月12日對陣桑德蘭的關鍵保級戰。那麼關於熱刺的緋聞主帥德泽爾比呢？熱刺官方有一個 LGBTQ+ 的球迷協會，還有一個女性球迷協會正在敦促熱刺俱樂部放棄這一計劃。理由是德澤爾比曾經公開地力挺過格林伍德。3年前，當格林伍德加盟馬賽隊的時候，德澤爾比正是該隊的主教練，他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力挺格林伍德。所以熱刺官方的這個 LGBTQ+ 球迷協會還有女性球迷協會同時發表聲明，拒絕德澤爾比成為主教練，敦促熱刺俱樂部要審視自己的價值觀。他們的聲明中寫道，當身處如此重要職位的人公開為格林伍德這樣的球員辯護，甚至在言辭中有意淡化事件的嚴重性時，其影響十分惡劣。這不僅僅是一個孤立事件，更在於他對外傳遞了怎樣的信號。德澤爾比曾公開為格林伍德辯護，他的言辭淡化了男性對婦女和女孩施加暴力的嚴重性，這讓人對他的判斷力和領導能力產生了嚴重質疑。所以你說這樣的熱刺俱樂部內部還不斷的有人出來添亂。那麼咱們就拭目以待，看图多爾之後到底是誰來接下這個燙手的帥位。图多爾也是英超第5位執教時間不足50天的主教練，而且是本賽季第2位。本賽季另一位呢，就是執教森林队只有39天的波斯特克格鲁。好吧，熱刺队近3年一共是5位主教練，勝率均不到50%，其中3位是臨時主帥。現在預計未來幾天內，熱刺就將任命新的教練。暫時呢是由图多爾的助手布魯諾·薩爾托帶領少數幾名球員進行訓練。今天阿根廷這場友誼賽2-1，雖然是小勝了毛里塔尼亞，但是整場比賽的效果非常差。咱們也只能暫且當作是友誼賽沒有盡全力，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目前這一支阿根廷隊如果沒有梅西真是毫無希望。上半場17分鐘，阿根廷倒是輕鬆得分，莫利納在右路的低傳中路前點漏過之後，恩佐跟上射門得分。上半場第32分鐘，意甲科莫队的尼科帕斯一脚任意球直接破門，2-0。但沒想到在下半場第94分鐘讀秒補時階段，
對方的勒夫爾亂戰中打進一球。毛里塔尼亞1-2對阿根廷，這賽前誰也沒想到。阿根廷的陣容中，像24歲的阿爾馬達，在馬德里競技根本就踢不上主力。他今天竟然丟失了球權18次，全場比賽最高，而且還沒有踢滿全場，75分鐘被換下。另外，下半場46分鐘換上的德保羅已經跟着梅西去邁阿密踢球了。遠離了5大聯賽高水平的訓練和比賽，德保羅的水平如果阿根廷重用，那可能是一場災難。還有來自於河床的34歲左後衛阿庫尼亞，年紀實在太大，這幾位的發揮都不忍直視。而下半場替補上了45分鐘的梅西，地面爭搶6次，成功4次。今天他有2次嘗試過人，也成功過人2次，全場最高。38歲的梅西，阿根廷隊肯定缺不了，關鍵是怎麼用，到底打主力還是打替補？如果打替補，多少分鐘讓他上？現在看來，留給主教練斯卡洛尼亞，這一屆阿根廷隊很難帶。首先，中場位置就顯得羸弱，而後防線上羅梅羅、塞內西、莫利纳，如果是世界2流球隊，這個陣容還行，但要想跟法國、英格蘭、西班牙這樣的球隊扳手腕，還顯得寒磣。唯一就是尼科帕斯啊，前途無量。阿根廷的任意球也終於是後繼有人。好的，另一方面，利物浦27歲的阿根廷中場麥卡里斯特頭髮都脫了。他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說：“我之前是有頭髮的禿子。”省得麻煩，直接就剃了。這是為了我的女兒，考慮世界杯後我再植髮。他在賽後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我之前是個有頭髮的禿子，現在徹底變成了光頭的禿子。與其就這樣苟着，還不如痛快利落地站着死，省得麻煩。我之前說剃頭是為了我爸，但其實更多是為了我的女兒。至於植髮吧，看看世界杯後能不能種一點。現在時間上比較麻煩，但我真的很滿意，感覺比之前我的形象要好多了。到時候看看能不能找個代言，哈哈。好，這一支阿根廷隊最大的短板是2個邊後衛，尤其是左邊。在今天恩佐下場之後，阿根廷的中場竟然在對陣毛里塔尼亞都完全失控。這樣一支隊伍拉到世界杯，踢誰呀？老 K 都沒有信心。好，另外咱們關心一下日本隊的熱身賽，1-0小勝蘇格蘭。日本隊雖然也傷了不少球員，但是他們的儲備就太多了。今天的比賽完全就像練兵，一共換了10個人，依舊能夠拿捏英倫三島的強隊蘇格蘭。而場上的連田大地今天的油炸丸子真是秀麻了，賞心悅目。還有傳給伊東的那個球，就跟背後長了眼睛一樣，直接後場半轉身反向的長傳。連田大地在日本隊竟然踢出了當年有些小羅的感覺。如今日本足球在身體对抗、场上節奏和戰術素養均為歐洲頂級強隊的水平。只是由於身體天賦方面的劣勢，日本隊球員幾乎全部都在歐洲踢球，早就已經習慣了高對抗。所以今天這20來個日本球員啊，換人前是真的猛，換人後日本隊還是猛。尤其一堆老油條換上來之後踢得游刃有餘，這一點確實很明顯。伊東純也射門前撥那一下也顯得很高級。首發的小兄弟們射門還是差了點，上半場如果機會把握得好也能進一個。所以全場並沒有拿出自己完全形態主力的日本隊，竟然摁着蘇格蘭踢。這場球蘇格蘭是主場，但蘇格蘭的球迷完全像坐牢一樣。日本隊的逼搶來得太快，蘇格蘭隊員一拿球一看啊，身邊3、4個日本球員就已經圍上來了。反觀日本球員拿球傳球基本上不看就直接傳，整場看下來，蘇格蘭完全慢一個拍子，被日本隊帶了節奏。屬於完全沒有辦法，中後場的連接被日本球員徹底切斷，球都傳不出去。當然這一場蘇格蘭也沒有全上主力，畢竟現在世界杯前的友誼賽必須以球員的健康為第一準則，而且歐洲幾大聯賽包括歐冠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務必現在對身體的管理要千萬謹慎和小心。那麼總而言之，今天場面上日本队完全是基本壓着对方打，但還是缺乏超級球星能一錘定音的那種。所以日本队得势不得分，伊東純也明顯要高級一些，接球射門相对要從容不少。防守方面，蘇格蘭只要一拿球，日本隊的3、4個人就逼上去收口袋，蘇格蘭出球很難。還有一個細節，日本隊前場丟球權以後會立刻反搶，基本上在3、5秒內就能拿回球權，進攻的層次也非常豐富，傳中或者2點、3點都有包抄。而上下半場日本隊就像2個隊，上半场的失誤比較多，浪費機會。下半場第84分鐘，日本隊通過一連串的短傳配合，從左路傳中，最後伊東純也完成破門。比賽中，日本隊的黑人門將鈴木彩彦還有一個神撲出了麥克托米奈的球。
其實現在咱們國際米蘭呀差門將，今年夏天真的可以把鈴木彩也買過來。而今天贏球以後，日本隊也得到了對面蘇格蘭主教練和球員的認可。蘇格蘭隊主教練克拉克說，日本隊是支頂級球隊，而且到了比賽後期，他們不斷換上更強的球員。而蘇格蘭球員後衛麥克納則表示，日本隊的整體速率很快，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隊，他們的逼搶做得很出色，這正是蘇格蘭队在夏天比賽中将要面对的。好，另一场友谊賽，韓國隊卻0-4輸給了科特迪瓦。隨着孫興敏的老去，韓國隊也迎來了國家隊歷史上最大的低谷。要知道，本場對陣科特迪瓦的比賽本來是韓國隊自參加國際 A 級賽事以來的第1000場正式比賽，這樣的里程碑卻輸了個0-4，韓國和日本的差距真是越拉越大。好的，大家輕鬆一下，前尤文圖斯球員魯加尼的前妻米凱拉·佩爾西科昨天度過了和魯加尼分手後的首個生日，她跟魯加尼的兒子還有自己的閨蜜朋友們一起慶祝了生日。他們兩人相識於2016年，2020年兩人的兒子出生，24年5月29日兩人舉行了婚禮。可就在1年後，去年的6月份，米凱拉宣布自己已經和魯加尼分手。OK， 感謝大家对老 K 的支持，感謝您的訂閱，也感謝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咱們明天再見。